话说在咱们古代的扶风县，有个老实本分的百姓叫方廷旭，他这辈子挺坎坷，原配妻子张氏早早的就过世了，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宝贝儿子，名叫方大年。这大年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当时已经17岁了，是个半大小伙子。这老方觉得家里没个女人操持不行，于是就托人说媒，又娶了个田房陈氏。这位新进门的陈氏脾气大得吓人，而且极其爱吃醋，他把方家弄得是鸡犬不宁，三天两头的指着老方骂，对17岁的继子方大年更是非打即骂，百般虐待。更过分的是，他完全没把方家当自己家，经常偷偷摸摸的把方家的钱财往外家搬。老方是个软性子，为了家庭和睦，总是苦口婆心的劝说陈氏，低声下气的给他讲道理，可陈氏根本听不进去，依旧我行我素。忍耐总有限度，终于有一天，老方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和陈氏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这陈氏平日里嚣张惯了，哪受得了老方顶嘴，两人从动嘴变成了动手，在屋里扭打起来。陈氏这女人彻底发起了凶性，像疯了一样，理智全无。混乱中，她竟然一把抄起了家里锋利的尖刀，眼睛发红的朝着自己的丈夫扑了过去。老方万万没想到，同床共枕的妻子竟然真敢下死手。悲剧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，陈氏手里的利刃无情地终结了方廷旭的性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儿子方大年刚好回到家里，一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直接把这17岁的少年劈成了两半。平时疼爱自己的老父亲，此刻毫无生气地倒在一片狼藉之中，而那个凶狠的继母手里正死死握着凶器。大年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，整个世界都塌了。看着父亲惨死在眼前，方大年彻底崩溃了，他满腔的悲愤瞬间化作了冲天的怒火，他像一头发狂的猛兽般扑向了陈氏，拼尽全身力气去夺他手里的刀。在这场生死夺刃中，大年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为父报仇。随着一声沉闷的倒地声，陈氏也被大年一刀结束了性命。短短半天时间，妻子杀了丈夫，儿子又杀了继母，这方家小院里酿成了一出骇人听闻的家庭惨剧。街坊四邻听到动静赶来，全都被方家屋里的惨状吓得魂飞魄散。这可是违背伦常的大案啊！没过几天，这事儿就传到了陈氏的娘家耳朵里。陈氏的亲哥哥陈自良一听妹妹死了，这还了得？他根本不管自己妹妹先杀人的事实，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把方大年往死里整，好给自己妹妹报仇。陈自良眼珠一转，编出了一套极其恶毒的谎话，气势汹汹的就直奔县衙而去。到了县衙，陈自良立刻递上状纸，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指控方大年犯了杀母的十恶不赦之罪。他在状纸里写的那叫一个义正言辞，说什么国家法律严明，最不能容忍不孝顺的人，母亲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，理应不能私自杀害。他把自己那个凶悍跋扈的妹妹描绘成了一个受尽欺凌的柔弱女子，把原本老实巴交的方大年塑造成了一个欺压父亲、虐待母亲的恶棍。陈自良接着编造细节，他说大年平时就揪着继母的头发打，把他妹妹欺负的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逼得陈氏只能拿刀自杀。他还瞎编，说是老方慌乱中去夺刀，不小心撞在刀口上，送了命。更狠的是，他说大年看父亲死了，不仅不收手，
反而借机发飙，抓住继母的头发，一刀把她劈死。陈自良这番谎话把大年说成了导致天塌地陷的恶魔，强烈要求县太爷立刻把大年处死。县太爷程宪尹立刻命人把方大年提审上堂。17岁的大年跪在公堂上，面对陈自良的无耻诬陷，悲愤交加。他大声喊冤，说自己心里全是父亲惨死带来的刺痛，怎么可能还顾得上自己的命？大年哭诉着事情的真相，明明是老母生性凶暴，那天更是亲手拿尖刀把老方给砍死了。大年说自己亲眼看到这惨变，一时激愤到了极点，完全忘了自己是谁，夺过刀就杀了仇人，那一刻根本不知他是母亲。大年指着陈自良反驳，我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杀母？如果不是他先拿刀砍死我爹，怎么可能是误触刀锋？邻居都亲眼看到的。大年坦白，自己看见父亲横死，心碎胆热，一时激愤，确实犯了法。但他强调，当时只想着给父亲报仇，什么王法，性命都顾不上了。他最后磕头说，倘若大人能念在我是为父报仇，网开一面，我感激不尽。如果死罪不可饶恕，那我死也毫无怨恨。办案不能光听一面之词，程宪尹立刻传唤了方家的街坊四邻来做证人。大家伙到了公堂上，众口一词，都指认是陈氏先动手杀了丈夫方廷旭。方大年这才悲愤交加，杀了继母。大家纷纷作证，以前根本没见过方大年殴打继母这种事儿。陈自良状纸上写的那些纯粹是诬陷，证词一出，陈自良的谎言被彻底戳穿，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。但这案子却让县太爷犯了难。案情清楚了，但程宪尹在判决时却显得极其保守。他写下判词，媳妇应该以丈夫为天，怎能在家里动刀杀人？儿子应该把母亲当作天，绝对不容许拿刀反抗长辈。程宪尹承认陈氏凶残无比，像吕雉一样狠毒，像河东狮吼一样吓人，在家里犯下滔天大罪。但话锋一转，他认为大年逞一时之气，犯了杀母的重罪。在古人的伦理观里，哪怕父亲的仇不共戴天，这报仇的刀也不能挥向名义上的母亲。程宪尹觉得，如果因为大年是出于孝心就放过他，那就是只认父亲不认母亲了。如果借口说他义愤填膺，那就会为了保全孝子而损害了法律的尊严。于是他硬生生地套用法条，判决如下：按照法律，方大年杀母本该判处凌迟处死，念其事出有因，减刑一等，判处斩决。大年听到这斩首死罪的判决，竟然没有再申辩一句。案子一层层上报，上面都同意了这个死刑，只等秋后问斩。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，案卷被送到了刑部，一位名叫刘景的刑部主事接手复核。刘大人是个办案极其认真且头脑清醒的官员，他翻阅着这份判决书，反复推敲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这天，他正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突然他眼睛一亮，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样。他终于找到了程宪尹判决里的致命逻辑漏洞。刘大人立刻提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驳回批文。刘景在批文中写道，继母之所以能被称为母亲，完全是因为父亲的存在。现在这继母丧心病狂，亲手杀死了丈夫，就在她下手的那一瞬间，母恩就彻底断绝了。
既然恩断义绝，他就不再是大年的母亲，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手。大年亲眼看见恶徒杀父，怒发冲冠，奋不顾身地击毙了这个凶手，洗刷了深仇大恨。作为一个孝子，面对父亲被杀，为父除害，难道不该这么做吗？刘大人的结论掷地有声，陈氏罪有应得，死不足惜。方大年的问题仅仅在于，他作为一个普通百姓，没有权利私自处决杀人犯，因此大年的罪名不应该是大逆不道的杀母罪，而仅仅是擅自杀死一个有罪之人。按照大清律例，这种罪名只需要打一顿板子作为惩戒就可以了。刑部随即将案卷发回，重新审理，最终方大年成功免去了死罪。这场血案也因为清官的明察秋毫，留下了公道的结局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